如果你把它放平来看呢，可能就像某些朋友说的，它长得有点像菠萝或者是牛油果之类的这种水果啊。真是把玩，用心测评，欢迎大家在草药 Prime 的魔玩分享时间，我是老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玩具是这款来自咱们天尊时代系列最新的这款马克西姆大帝啊！哇，等这款玩具真的等的时间好久啊！其实从最早看到这玩具的视频，大概是2月底的时候，哇，到现在真的过了很长时间。怎么说呢？其实大家看这个玩具它怎么样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可能大家看的也很明白。所以说，说白了吧。咱不可能比那些 UP 主拿得快，也没有办法啊！还是拜托大家先给咱们视频这个点赞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真的是挺不赖的一款啊。当然，其实它的争议也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个头雕这个造型上啊，是吧？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呢，在我们天尊时代的一整个系列里呢，可以算得上是排在一个前几的一个水准了啊！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它的一个头雕方面，其实这次呢，它依然是做了这个经典化的一个重新设计啊，头雕呢，它虽然它是在下巴上类似于做出了这种尖牙利齿的这种刻画，但它仅仅是一个造型的刻画，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嘴部的造型啊。它的嘴巴是稍微靠上一点这个位置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造型的接受程度怎么样，不过个人来说还是可以。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更加希望是我们这个马克西姆呢，它能做成这个天尊圣约那个版本那个非常帅的一个造型啊。不过它都做成这样了，我觉得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了，对吧？大小比例方面的这款玩具的身高大概是20公分左右，如果算上它头顶上的尖角的话呢，它整个的高度会更高一些啊。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危级的，我觉得是在这个系列里面身高算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危级。我们的仙绝天呢，可以发现它这个个子算得上是非常的巨大了，尤其是算上它背后的这个背包的尖角的位置呢，显得它整个的体型啊相当的一个庞大。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示呢，它头上的这2个尖角的造型呢，它其实可以这样放下来的。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什么呢？你必须要两边这个角呢同时的这样往下旋转，因为它里面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说这个零件是软的，但是如果你分开这样旋转，它肯定是有可能会断的啊。不过我个人呢平常是比较喜欢这样把2个尖角这样竖起来向上的一个造型啊。那么武器配件方面呢，首先是这个它的一个天元的一个神器啊，应该是叫这个王者毒镖啊。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类似于3头的一个枪，它前面这3个枪头的零件啊都是可以这样拿下来的啊。说实话，这个东西的一个出处我确实不大清楚啊，不过这个武器的可玩性还算是有一些啊。那么在它的左手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手掌呢这样收起来，同时呢，它手臂内侧隐藏的这样一个炮管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这样旋转出来啊。这个炮管它在这里也是增加了一个玩法，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的这个王者毒镖呢这样再插到它这个炮管上，形成一个这种延长的一样的一个效果啊。不过这要注意的时候，你拔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呢？它的这个炮管的零件和它的手并不是一体的。它是比较松的，所以说呢，要小心不要连带着把这个炮管一块拔下来啊。那么人形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呢，它的这个背包呢，也就是这一整块的这个零件呢，它在包装的时候呢，它是跟主体是独立的，你需要单独把这个零件呢安装到它的背后。但是大家其实刚才也可以看得出啊，这个零件和它背后的2个插口呢安装的并不是非常的牢靠啊，这个在变形与把玩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可能它会脱落的啊。OK， 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变形。那么首先呢，你可以把它的这个脑袋呢，我们这样给它这样抬起来。然后把这一块呢先往后放，把它脑袋呢收到这样一个空档里去，把这一片呢再盖起来之后呢，这一块往前这样折过来啊。手臂的部分呢，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位置呢给解开。这里你要注意呢，它这个肩甲这个零件啊，它也不是固定的，也是可以拿下来的啊，你要小心一点，不要弄掉了啊。把这个肩膀的位置解开之后呢，这个样子，两边都解开，然后呢，把它的这个位置呢，整个的往上这样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呢，我们把它的手臂整个旋转90度之后呢，再把它卡到底下的这根卡扣上面去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它的下半身。首先呢，你可以把它的腰身呢，这个吊起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装的时候不是非常的牢固啊。腰身旋转180度啊。之后呢，这2块我们把它给这样往外这样打开啊。然后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我们需要把这个腰呢整个的这样前后的分开。这里啊扣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的啊。这个背包呢，我们现在可以先给它往前这样旋转一下，然后呢把这一块整个的往后贴啊，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看腿部，腿部呢，首先你可以把这2个腿吧先这样给它合在一起，然后它的2个脚呢，你要注意你刚拿合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后脚跟是这样收在这个脚掌里面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收，而是说把它打成90度这个样子之后呢，这样把它的前脚掌再这样往上贴上来啊。然后呢是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跟里头啊是有一个卡扣的，它是斜的，不是很好辨认它的方向，反正我们就需要这样把它给拔开
之后呢，整个的把这一整块啊，全部的都给放出来啊，另外边呢进行操作啊。现在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把它的整个的从腿部啊，把它上半身整个的往下这样扣下来啊。你可以看到它两片这样扣起来，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飞船的船头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拿出它的这个武器啊，把这个武器呢，我们从中段这样进行一个180度的折叠。之后呢，它在这里有2个卡扣，看到吧？它是对应上它人形的脚底这个位置有2个这样的凹洞，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给安装在它2个脚中间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扣合它的这个外壳的部分。你要注意呢，它跟这个地方跟它武器中间这个凸起的位置上是有一个卡扣的啊，这个样子扣上。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形。之后呢，这2块这个刚才我们打开它腰侧面的2片啊，我们给它这样往下合一下，它跟这边也是有一个卡位的。两边这个肩甲呢，你就只能顺势的看，它是很容易掉的。这个肩甲是软的啊，软胶质的，顺势的把它往下这样一放，然后呢，两边的这个锯角，我们给它往前一点。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其实稍微有一点中奖的，就是因为它是软的嘛，它只有肩的这个地方是软的，但是它在盒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变形了。那我们现在这个马克西姆大帝它的一个飞船模式啊，还没有完成啊，我差点忘了，这两边翻下来，那这个马克西姆大帝的一个飞船的一个形态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其实我必须得承认，它的这个赛星飞船的一个形态呢，依旧还是偏向于抽象一些的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认定它是一个飞船的话，必须要施加一点自己的这个想象力才可以。不过好在啊，起码这个飞船的特征，比如说它有2个巨大的这个喷射口，我觉得还是做出来了，对吧？相对于某种你比如说同系列的那一款这个叫啥来着，惊天伟，它的这个飞机的模式，我觉得这个飞船的模式就要好上一些啊。而整个的一个载具的造型呢，其实包裹的还是比较的严实的，当然它侧面肯定还是露馅啊。底下呢是2条腿外露，隐藏性也就这样。不过整体来看呢，这个一体性还是非常好的啊。不过大家注意啊，其实如果你变形的时候，我建议你把它前方的这3个就是可以拿下来这个枪头的部分呢，你可以先拿下来啊，因为它是非常容易掉的啊。然后整体来看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还算是一个让你可能能够想到某种飞船或者火箭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平来看呢，可能就像某些朋友说的，它长得有点像菠萝或者是牛油果之类的这种水果啊，也是让人感到相当喜感的一个存在啊。那么整个飞船的长度大概也是在20公分左右。其实说实话，这个分量在我们现在经典线的玩具里其实确实不算小，毕竟它人形也是显得个头很大，对吧？那这里啊，再展示一个我的朋友水有缘，他发现一个独特的玩法，因为他这个飞船前方的这2片可以这样打开，对吧？这就莫名让人联想到什么呀？这个在迪迦奥特曼里出现的这个雅格迪斯号这个飞船，它也是有这么一个箭手可以打开，形成一个停机坪一样的一个功能啊。当然这只能当做是某种联想吧，毕竟这里面也都是被它人形的手臂部件给牢牢的填住了。OK， 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吧。其实我觉得这款马克西姆大帝呢，做的确实还是挺不赖的啊。当然可能对于某些要求还原的朋友来说呢，这款它确实又是那种类似于缝合的一个元素的存在。不过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个玩具确实很扎实啊，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玩具，那这点是我觉得对于官方来说非常难得的啊。其次呢，虽然说这个载具的形态略显抽象嘛，但是我觉得人形做的还是蛮霸气的，对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啊！KO 厂的建设需要你的协助。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